你听过这种事吗？客户帮卖家买生产设备，不是入股，不是合资，是有人主动提出替对方投资产线，甚至帮对方购买 ASML 的 EUV 光刻设备。原因只有一个，怕自己排不到货。这是路透社在5月7日透露的事实。对象是 SK 海力士。20天后，2026年5月27日，这家20多年前差点破产、10多年前差点被 SK 集团收购的内存公司，市值正式突破1万亿美元。同一时间，内存芯片价格在第一季度翻了1倍，第二季度预计再多涨63%。而 IDC 最新预测，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将暴跌13.9%，100美元以下的超低价手机已经开始变得难以生存。所有人都在讲海力士、三星、HBM 谁赢谁输，但今天这一集我不讲谁赢，我讲一件更冷的事：整个芯片工业的规则正在被改写，内存不再只是商品。它开始变成战略物资，甚至可以说，芯片工业正在变成军火工业，而你已经付了第一张账单。今天5刀从皮到骨，我是胜，开始。先把破万亿这件事的分量打捞出来。11年前，海力士还是一家被周期压着打的内存公司，今天它站上一个1万亿美元。他现在和苹果、台积电、英伟达坐在同一个桌子上，但这不是最反常的地方。最反常的是它的市盈率。按目前的盈利预测，海力士的远期市盈率大约只有6倍，苹果30倍，台积电25倍，可口可乐20倍。而海力士一家正在主导 AI 内存市场的公司，被市场定价成比可口可乐还低。为什么？因为华尔街还在用旧周期给它定价，他以为海力士还是那个赚1年亏3年、扩产太多就崩盘的周期股。但今天我要告诉你，华尔街还在用旧周期股给海力士定价，但旧周期已经解释不了今天发生的事情。内存这个行业过去30年是出了名的残酷周期，逻辑很简单，需求来了，价格涨，厂家扩建，价格跌，扩太多崩，熬死一批人再涨。1998年内存价格腰斩，2018年再腰斩，2019年还是腰斩。每隔几年，内存厂自己把自己拉回地狱一次，所以华尔街给内存厂的估值常常只有5到10倍，赚再多钱，明天就可能清零。但这一次不一样，不是稍微好一点，是周期本身被打断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道时间物理墙。SK 集团的董事长崔泰元今年3月在英伟达 GTC 的大会上亲口讲过一句话：扩产至少需要4到5年，我们预计全行业超过20%的供应链短缺，持续到2030年。注意，他说的不是涨价到2030年，是短缺会持续到2030年，是产能上的物理空缺，钱解决不了的。今天破土换空建厂、装设备、调试产量，4年到5年起步。旧周期没有消失，但它第一次被撕开了一道裂缝。那是什么把内存从周期变成战略物资？答案只有3个字：HBM， 中文叫高带宽内存。原理你已经大概听过，把内存像三明治一样堆起来，带宽提高10几倍，专门用来为 AI 芯片。但我今天要讲的不是什么工作，是它怎么改变了一切。HBM 和普通内存最关键的区别，普通内存更接近标准件，三星、海力士、美光之间替换相对容易，但 HBM 不一样。到了下一代 HBM4， 内存开始加入面向客户设计的逻辑 ，base 代换一家供应商，不再是拔下来再插上去那么简单。它和 GPU 共享一块封装基板，
一起设计接口，一起调时序，一起跑测试，本质上已经不是芯片之间的买卖，是芯片之间的联合开发。他把整个商业逻辑改写了，价格层面按 SemiAnalysis 的数据 ，HBM 的价格是同等容量 DDR 的5倍到6倍，这不是一价，是不同物种。供应层面，下一代 HBM4 海力士甚至把底层的 Base Die 交给台积电，用先进逻辑制编制共同开发。什么意思？内存与逻辑芯片的边界开始模糊，到了这里，内存不再只是商品。价格变了，供应变了，但真正改变规则的不是产品本身，是买卖关系。我现在告诉你一件事，你听完了一定以为你听错了。客户主动提出出钱帮卖家买生产设备，这不是修辞，是路透社在5月7日独家报道的事实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全球大型科技公司开始主动找海力士，谈完之后才发现海力士能够分配给新客户的产能已经没了。Reuters 原文用词是 basically zero。那些科技巨头怎么办？他们提出了几种史无前例的方案。第一件事，有人提出替海力士投资专用的内存产线。第二件事，有人提出帮海力购买 ASML 的 EUV 光刻设备。一台 EUV 光刻设备多少钱？几亿美元。ASML 的产能也是有限， EUV 不是想买就有的。这些科技巨头说，你来排队，我帮你出钱，但货要先给我。第三件事，在长期合约谈论中还出现了价格区间的机制，以30%到40%的预付款方案，这在传统内存交易里非常罕见。客户宁可提前压钱，承担未来价格变化的风险，也不愿意承担买不到货的风险。这种交易结构你更容易在哪些领域看到呢？军工采购、战略储备、长期能源合约，不是因为长约本身等于军火，而是当专用产线、设备融资、预付款和长期锁货同时出现，芯片就开始呈现出战略物资的外观。现在内存也走进了这种结构。三星电子的联席 CEO 全永宪今年在3月在股东上大会说过一句话：我们正在和主要客户合作，推动3年到5年多年期的合约。芯片产业正在推一个前所未有的超级周期。注意，3到5年，不是季度，不是年度，是3到5年。在这里，我说一句最锋利的话：过去内存厂卖的是芯片，现在他们卖的是未来几年的工业优先权，这就是我说的军火工业。那么这些科技巨头开始用预付款抢购产能时，提出帮海力士买光刻机的时候，剩下的人在哪里？答案是排在后面。晶圆产能是有限的，而 HBM 会吞掉大量的晶圆设备资本开支。按 IDC 的判断，分配给英伟达的 GPU 的 HBM 的每一颗晶圆，就是终端智能手机内存的，或许消费笔记本的 ASD 失去的那一片晶圆。这是一场零和博弈。美光做了29年消费品牌的酷秀，去年12月直接宣布退出消费市场。美光的官方解释 ：AI 数据中心需求激增，我们必须把资源集中给增长更快的战略客户。翻译过来就是，我们不再服务你这种人了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第一季度普通内存的合约价翻了1倍。第二季度预计会涨63%。戴尔、惠普、联想已经提前发出了涨价信号，笔记本预计涨幅15%到30%。而 IDC 最新预测，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将暴跌13.9%。
降约到10.9亿部。内存短缺是主要的推力，而最新被挤出去的是低价市场。IDC 说的更直接，$200以下的市场会明显收缩，而2025年卖出超过1.7亿部的$100以下的超低价手机，未来变得难以生存。为什么？因为内存和 NAND 成本太高了，卖$100利润已经很难维持，甚至越卖越亏。资本不会优先先照顾你的电脑，资本会优先把最好的产能卖给出高价的人。这不是阴谋，这是市场最冷酷也最诚实的排序方式，而你就是排在那最后面的那个人。你刚刚付的只是第一张账单。最后30秒，今天的故事看起来关于内存，但真正发生的是 AI 正在重新分配现实的资源。昨天市场抢的是 GPU， 今天是 HBM， 明天可能先进封装，再之后是电网，是冷却水，是铜，是数据中心要圈的土地。每当 AI 向前走一步，现实就会有多一个新的行业被抽干。谁先看到下一个被抽干的环节，谁就拿到下一轮利润，剩下的人只能先付下下一张账单。内存不再是商品，它正在变成军火，而你已经付了第一张账单。我是盛，下期见。